朋友你们好，最近在国际地缘政治和水产贸易的深水区里，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残酷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也没有大国领袖在联合国的拍桌互骂，它发生的静悄悄的，甚至连很多台湾人自己都还没意识到。我们政府刚刚在加勒比海完成了一次多么高段位、多么令人细思极恐的操作。但如果你看得懂背后的经贸逻辑，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杀人诛心。故事的开端要回到2023年的3月，那一刻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总统府里，气氛狂热到了极点。当时的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手里捏着飞往北京的机票，脸上挂着那种仿佛中了乐透头奖般的笑容。随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满脸春风地签下了那份建交公报。那时候的洪都拉斯政府上上下下都觉得自己做了一笔全世界最划算的生意，他们甩掉了台湾这个只有2300万人的老朋友，拥抱了那个承诺要给他们盖水坝、盖铁路，还要给他们14亿人口大市场的东方新金主。然而现实的报应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也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狠。仅仅过了1年多，当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洪都拉斯南部乔卢特卡，也就是该国白虾养殖的心脏地带，现在是一片死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绝望的味道。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的会长前阵子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那个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硬汉，在镜头前几乎是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数据太惨烈了，惨烈到让他怀疑人生。这个中美洲国家的白虾出口量在短短1年内狂掉了67%。各位，67%是什么概念？这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财务报表上的赤字，这背后代表的是14000个洪都拉斯家庭直接断炊，是超过40家加工厂的大门被贴上了封条，是无数渔民看着空荡荡的码头，抽着劣质香烟，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孩子的学费该怎么办。而造成这一切毁灭性打击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制裁，也不是联合国的贸易禁运，仅仅是因为台湾政府做了一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甚至有点官僚式的行政决定。我们在行政流程上停掉了洪都拉斯的白虾进口，同时反手给了我们的坚定邦交国贝里斯一张通往台湾市场的零关税金卡。这招真的太狠了，也太高明了。这到底商业选择还是政治报复？这波操作到底是杀人还是诛心？今天我要带大家把时间轴拉长，用最详实的产业数据带大家从头拆解这场发生在咱们餐桌上的白虾战争。我们要从这一只小小的虾子说起，因为它不仅是食材，它是筹码，它是武器，它更是台湾外交实力的试金石。首先我们得先来聊聊虾这个东西，在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量级的市场。如果不了解台湾人的胃，你就看不懂这场外交战的底气在哪里。台湾人有多爱吃虾，这根本不是秘密，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饮食文化，是一种属于海岛民族的味蕾记忆。各位想想看，你晚上去逛夜市，那个烟火气最重的地方，从基隆庙口的奶油螃蟹摊旁边，一定摆着一排排烤的红彤彤的泰国虾。走到士林夜市，那带着辛辣香气的胡椒虾总是排着长队。或者你走进任何一家巷弄里的热炒店，老板都会推荐那一盘盘炸的酥脆，连壳都能嚼碎的盐酥虾，还有那淋上美乃滋酸甜开胃的凤梨虾球。甚至到了冬天，当寒流来袭，全台湾的麻辣锅店、涮锅店爆满的时候，你看看每一桌的桌上那个海鲜拼盘里，绝对少不了那一排排晶莹剔透、烫1分钟就能吃的白虾。对于台湾人来说，没有虾的聚餐是不完整的，没有虾的年夜饭是不丰盛的。根据农业部渔业署和海关的进出口大数据显示，台湾每年对白虾的需求量大概在3万吨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3万吨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虾一只接一只的排成一列，那个长度大概可以绕台湾岛好几圈，我们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源源不绝地吸纳着全世界的优质海鲜。但问题是，台湾地狭人稠，我们的土地成本太高，水资源也有限。虽然我们在云林、嘉义、台南沿海也有很多优秀的养殖户，但本地的养殖量受限于环境，完全不够吃，所以有将近60%的白虾必须仰赖进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卖方市场，谁能拿下台湾的订单，谁就能养活自己国内的一大批渔民。在过去的10几年里，洪都拉斯一直是填补这个巨大胃口的关键角色，他们每年供应量大概占我们进口总量的15%到20%左右，是台湾白虾非常重要的核心货源之一。说实话，洪都拉斯这个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不怎么样，长期受到贫困治安问题的困扰，人均 GDP 只有$3000左右，但老天爷在自然资源上对他们是不薄的。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超长的加勒比海海岸线赋予了他们纯净的海水，而太平洋沿岸的潮汐和温度更是白虾养殖的天堂。洪都拉斯南部的虾农世代靠海吃饭，他们不像现代工业化养殖那样依赖高密度的抗生素，他们很多采用的是半粗放式的养殖。
这种环境下养出来的白虾个头超饱满，壳薄肉厚，肉质紧实弹牙，煮熟后那种鲜甜味儿在国际市场上是非常有口碑的。台湾的进口商也很爱跟他们做生意，因为货源稳定，品质又好，而且以前有邦交关系，关税有优惠，大家都有钱赚，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互利共生结构，台湾人爱吃虾，有钱买，而且付钱干脆，信用评级极高。洪都拉斯人会养虾，需要钱，而且需要稳定的订单来维持社会稳定，双方各取所需。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十年，甚至可以说台湾的订单是洪都拉斯南部几个省份的经济命脉。结果2023年3月，那个决定翻转一切的时刻来了。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上台后，面对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和庞大的债务压力，他决定铤而走险。为了寻求所谓的经济突破，他在地缘政治的赌桌上梭哈了。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他选择了那个画大饼的一方，他选了北京。当时的理由听起来真的很诱人，也非常现实，甚至让卡斯楚政府觉得这就是国家发展的救命稻草。大陆的外交官和企业代表带着精美的 PPT 和天文数字般的承诺，来到了特古西加尔巴。他们给洪都拉斯描绘了一幅仿佛就在眼前的乌托邦。他们承诺要砸下几十亿美金，帮洪都拉斯盖那座喊了很久却没钱盖的帕图卡3号水坝，解决该国长期的缺电问题。他们承诺要翻新洪都拉斯老旧的医院和学校，让人民享受现代化的医疗教育。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要开放那个传说中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他们告诉洪都拉斯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台湾市场才多大，我们有14亿人，你们的虾以后不愁卖，我们会全包，甚至还要买更多。对于一个急需资金、急需基建、急需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些承诺听起来就像是中了乐透一样，让人头晕目眩。断交当天，卡斯楚政府信心爆棚，整个内阁都沉浸在一种即将暴富的幻觉中。他们的外交官在记者会上狂讲，说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说洪都拉斯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当地的主流媒体也疯狂跟进，头版头条画出了跟大陆建交后的美好蓝图。新的港口会盖起来，新的高速公路会通车，满载着洪都拉斯白虾、咖啡和雪茄的货轮会源源不绝地开往上海、宁波和深圳，换回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和美金。那时候的氛围简直就像是过年一样热闹。洪都拉斯的政客们觉得他们太聪明了，简直是外交天才，自己做出了一个极其理性的决定，抛弃了台湾这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小岛，换来了大陆这个世界工厂和超级市场。这笔生意怎么算都划算，甚至觉得以前怎么没早点这么干。然而台湾这边的反应却意外的冷静，甚至冷静的让人觉得有点反常。这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我还记得那天那个场景，现场挤满了国内外媒体，闪光灯闪个不停。吴钊燮的脸色虽然很凝重，但他的语气超级稳，完全没有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也没有表现出被背叛的歇斯底里。他说对洪都拉斯政府的决定觉得很遗憾，但我们不会搞金钱外交的竞逐。这场记者会不到半小时就散了，没有火爆的言论，没有愤怒的指责，连背叛这2个字都还没出现。政府似乎只是淡淡的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转身离开。当时社群媒体上吵翻了天，很多台湾民众感到愤怒和不解，有人骂政府太软弱，觉得人家都骑到头上了，把我们当提款机用完就丢，我们怎么连一点反击的火花都没有。有人喊要立刻经济制裁，有人喊要给他们好看，要把在台湾的洪都拉斯留学生赶回去。但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噪音中，有一个单位默默地在办公室里开始进行一场精密的沙盘推演。这个单位就是我们的经济部国际贸易署以及农业部渔业署，他们在算一笔账，一笔非常冷酷的账。如果洪都拉斯不卖虾给我们了，我们的缺口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反击，什么样的反击方式最痛但又最优雅？什么样的反击不需要我们大声咆哮，却能让对方痛彻心扉？这群技术官僚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进出口数据，看着全球白虾供应链的地图，他们的目光慢慢移向了加勒比海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个同样讲英语、同样拥有纯净海域，但长期被市场忽略的友邦贝里斯。一场名为供应链大挪移的无声风暴正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悄然成型。如果说台北那个暂停进口的行政决定是一只在太平洋彼岸扇动翅膀的蝴蝶，那么几个月后，这场风暴在洪都拉斯刮起的绝对不是原本承诺的黄金雨，而是一场名为梦碎的超级飓风。让我们把日历翻到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这个时候距离洪都拉斯满怀信心的拥抱北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按照当初洪都拉斯官员在媒体上吹嘘的说法，
这个时候的科尔特斯港应该是一片繁忙，来自中国的远洋货轮应该排着队，要把他们那鲜甜的白虾运往上海、广州的餐桌。洪都拉斯的虾农们甚至已经开始计算，把卖给台湾的量加倍卖给中国，年底能换多少台新皮卡车。但现实的剧情走向却是一部令人背脊发凉的恐怖片。我们来做一个残酷的逐帧扫描式的产业事实查核。北京当初承诺的14亿人大市场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支票？真相是，大陆的买家确实去了，但他们不是带着钱袋子去扫货的，他们是带着屠龙刀去杀价的。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洪都拉斯的虾农兴高采烈地接待了来自北京和广东的采购团，他们拿出了最好的特级白虾，那是以前专门留给台湾老客户的顶级货。他们满心期待对方会开出一个比台湾更好的价格，毕竟建交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嘛。结果谈判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大陆买家看了一眼虾，冷冷地开出了一个价格。洪都拉斯的虾农们以为翻译听错了，因为那个数字只有台湾以前收购价的一半。你没听错，就是50%。这不仅仅是打折，这是腰斩。对于洪都拉斯虾农来说，这个价格不仅仅是利润归零的问题，这简直是羞辱。因为在水产养殖业里，饲料、电费、人工、冷链，每一项都是硬成本。以前卖给台湾，1公斤大概可以卖到6到7美元，扣掉成本还能赚个2、3美元。现在中国开价3.5美元，这连本钱都打不平，卖也是亏，不卖也是亏。虾子养在池子里，每天还要吃饲料，每一天都在烧钱。更绝的是，大陆对检疫标准设下了极高的，甚至可以说吊钻的门槛。以前台湾跟洪都拉斯有长期的合作默契，加上邦交关系的信任，我们的检验标准虽然严格，但只要符合 SOP 就能快速通关。但大陆那边不一样，他们突然提出了一堆洪都拉斯人听都没听过的检验指标，很多虾农的货到了港口，直接因为不符合标准被退货，或者被压在海关几个月。等到清关出来，鲜虾都变成冻虾，冻虾都变成死虾了。除了白虾市场的崩盘，那些北京承诺的基建大礼包，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还记得那个在建交时喊得震天价响，号称要砸23亿美金的帕图卡3号水坝计划吗？当时洪都拉斯政府把它吹成了解决国家缺电问题的救世主。结果建交1年多过去了，当地媒体跑去现场一看，别说大坝了，连施工队的影子都没看到。那个计划依然停留在精美的 PPT 和纸上谈兵的阶段，还有那个说要翻新的医院、要盖的学校，也变成了遥遥无期的长期愿景。洪都拉斯人终于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丢掉了台湾这个虽然不大，但每年准时打款、从不拖欠货款的优质现金牛，换来了一个只会画饼、在谈判桌上锱铢必较的冷血收购者。这种从座上宾变成弃子的绝望感，终于在2024年的8月底转化成了熊熊的怒火。科尔特斯港的渔民工会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被当猴耍的日子，他们搞了一场该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2000多名失业的渔民、加工厂的剥虾女工、货车司机包围了省政府大楼。请注意他们举的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政治口号，而是最卑微、最血淋淋的生存诉求。我们要做工，不要政治。总统断交，渔民失业，把台湾市场还来。这场抗议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的警民冲突，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弹，白色的烟雾在街头炸开，10几名皮肤黝黑的渔民流血倒地。这些画面传到国际上，讽刺感拉满。华尔街日报甚至发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直接就叫洪都拉斯外交大转弯，一场超贵豪赌。结论很清楚，洪都拉斯高估了北京的承诺，低估了丢掉台湾市场的后果。这不仅仅是经济账，这是政治上的核爆。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支持率从当选时风光无限的55%，一路狂跌到只剩下32%。而在乔卢特卡这种沿海白虾重镇，因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失业，执政党的支持率甚至只剩下个位数。洪都拉斯加工厂老板罗德里格兹看着自己已经关门4个月的工厂，那原本轰隆作响的冷冻压缩机现在积满了灰尘。他对来访的记者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外交教科书的话，总统说会有超棒的机会，说大陆市场会大开，但到现在啥都没看到，反而是台湾，他们找到新供应商，根本不理我们了。我们丢掉了一个稳稳的客人，换来一堆空头支票。说到新供应商，这就引出了这场博弈中更精彩的另一面。就在洪都拉斯陷入一片混乱与懊悔的同时，台湾政府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因为被断交而陷入自怨自艾。相反，我们正在默默进行一场更宏大、更精准的布局，那就是扶持真朋友。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国贸署和农业部的官员们看着洪都拉斯崩盘的数据，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目光早就移向了加勒比海的另一个角落——贝里斯。2024年6月，就在洪都拉斯的罗德里格兹还在为卖不出去的虾子发愁时，一支来自台湾的特种部队悄悄降落在了贝里斯的机场。
这支队伍里没有军人，全都是顶尖的渔业专家、食药署检验官和贸易谈判代表。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贝里斯这个原本产能不高的友邦改造成中美洲新的白虾基地。如果说洪都拉斯的悲剧是源于贪婪，那么贝里斯的故事就是一场源于信任的技术奇迹。当台湾派出的那支跨部会特种部队抵达贝里斯城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不是一个现成的金矿，而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贝里斯虽然也是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拥有极佳的水质，但说实话，他们的养殖技术还停留在比较传统的阶段。以前他们主要做的是捕捞龙虾，白虾的产量不大，且规格参差不齐，主要都是就近卖给对品质要求相对宽松的美国批发市场或者内销。要让这些虾子跨越半个地球，卖到对海鲜品质挑剔到极点的台湾市场，这中间的技术鸿沟是巨大的。这时候，台湾展现了什么叫做厚实的产业底气。我们的技术团并没有像某些国家的援助团那样丢下几台机器拍个照就走人，台湾的专家是直接住进了养殖场，跟当地的渔民一起顶着烈日干活。我在农业部的朋友跟我透露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真的让我对这群技术官僚肃然起敬。他们发现贝里斯的虾子虽然肉质好，但因为饲料配方比较单一，生长速度慢且抗病力较弱，于是台湾专家引入了我们在屏东和台南已经非常成熟的益生菌养殖法和功能性饲料配方。这不仅让虾子的换肉率大幅提升，还能让虾壳更亮，肉更甜。接着是冷链，这是一个致命的环节。洪都拉斯的虾之所以在大陆卡关，很多时候就是死在冷链不达标。台湾技术团协助贝里斯升级了港口的急速冷冻设备，确保虾子捞上来后的黄金3小时内就能锁住鲜度，达到生食级的标准。最后是最让外国人头痛的检验，食药署的官员手把手教导贝里斯建立了一套符合台湾标准的药检和溯源系统，确保每一只进到台湾的虾身家都清清白白。这1个月的密集特训简直就是贝里斯渔业的工业革命。贝里斯政府看在眼里，震撼在心里。他们的总理布里先纽在总理府接见台湾团时，握着我们团长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感性话：台湾专家流的汗比我们自己人还多。这不只是做生意，这是把我们当家人在照顾。技术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商务对接。7月初，双方在贝里斯首都贝尔莫潘完成了最后的谈判。台湾政府随即丢出了一张王牌，这张牌的威力之大，直接决定了这场白虾战争的胜负。台湾宣布，从2024年7月30日起，贝里斯白虾进口台湾全面享受零关税待遇。各位懂经贸的朋友都知道，零关税这3个字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贝里斯的白虾在起跑线上就比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领先了至少20%的成本优势。这20%在毛利微薄的大宗物资贸易里，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对于进口商来说，这就是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是 CP 值。7月30日，这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日子。第一批挂着贝里斯产、经过台湾技术改良的顶级白虾，搭乘着冷链空运航班，准时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那一天的桃园机场货运站，气氛热烈的像是在迎接奥运选手。海关人员看着这些贴着贝里斯国旗标签的货箱，心里都知道这批货背后的政治重量。经过食药署快速而严格的抽检，确认品质完美达标后，这些虾子立刻被送往全台各大物流中心。隔天一早，当这批虾子出现在家乐福、全联、爱买这些我们熟悉的超市生鲜区时，一场名为用新台币下架的社会运动在台湾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看过当时卖场的照片，包装设计得很漂亮，印着加勒比海的蓝天白云，还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台湾邦交国贝里斯出品，加勒比海鲜美白虾。更重要的是价格，因为少了20%的关税，这些漂洋过海来的顶级白虾价格竟然比市面上同等级的进口虾还要便宜15%左右。这下子台湾消费者的威力展现出来了。在全联的冰柜前，我亲眼看到一位阿姨原本手里拿着另一包虾，看到贝里斯虾的标价和产地后，二话不说就换了，还转头跟旁边的邻居说：买这个啦，这个便宜又大只，而且还能挺邦交国，一兼二顾。这种实力外交的热度迅速延烧到了网络上，台湾的社区媒体掀起了一股晒虾潮，网友纷纷 PO 出买到的贝里斯白虾，有的做成醉虾，有的煮火锅，配文写着这就是忠诚的价值，吃虾就外交。还有人做出了那张著名的对比图，左边是洪都拉斯虾农在街头流血抗议，右边是台湾人餐桌上满满的贝里斯白虾。这张图在脸书和推特上疯传，点阅率破了500万。对于贝里斯的渔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梦。贝里斯最大海产出口联盟的主席马丁尼兹，那个在海上讨生活了30年的硬汉，在看到来自台湾源源不绝的订单时，激动得快哭了。他对当地媒体说：这是我这辈子接过最大最稳的一笔订单。台湾市场不止价格好，还挑品质重信用。我们现在全村的人都在加班，连退休的老渔民都回来帮忙修网了。
原本冷清的贝里斯沿海小渔村瞬间复活了。加工厂的机器24小时运转，渔港里的船只进进出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把虾养好，8000公里外有一个叫做台湾的朋友会用最好的价格全部买单。而就在贝里斯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时，镜头转回到洪都拉斯的科尔特斯港，那里的气氛已经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焦虑，最后滑向了深不见底的绝望。时间来到了2024年8月，也就是贝里斯白虾在台湾大卖1个月后，洪都拉斯的白虾产业终于迎来了断崖式的崩盘。原本洪都拉斯的官员还在硬聊，说什么转型阵痛期，大陆市场需要时间开发，但数据是骗不了人的。根据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的内部统计，断交1年多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40家白虾加工厂倒闭或无限期停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科尔特斯港的产业链断了。那个曾经每天早上5点就人声鼎沸、挤满中盘商的鱼市场，现在冷清得像鬼城，因为没有台湾的订单，也没有大陆的合理收购价，渔民们抓了虾也没地方卖，很多渔民干脆不出海了，船就这样停在港口生锈。原本靠剥虾为生的妇女，靠运虾养家的卡车司机，一夜之间全部失业，直接受影响的人数突破了3万人。这3万人背后是3万个家庭的生计。他们看着新闻里贝里斯同行的笑脸，心里的滋味恐怕比吞了100根针还要难受。而在这股绝望的气氛中，洪都拉斯政坛的风暴也正在酝酿，因为经济崩盘带来的必然是政治上的反噬。时间推进到2024年的10月25日，地点台北宾馆。这天晚上，台北宾馆灯火通明，外交部长林佳龙要接见一个超重量级的访团——贝里斯经贸代表团。这团的规格超高，由贝里斯外交部长艾蒙科图雷斯领队，还有贸易部长、农业部长、海产协会主席10几位官员和业界大咖，是贝里斯近年来最大的访台团。上午10点，林佳龙在外交部接待厅迎接贝里斯团，双方握手寒暄，那种氛围完全不像是一般的国际谈判那样剑拔弩张，反而像是一场久违的家庭聚会。贝里斯外交部长一开口就用带着加勒比海腔调的英文说：“林部长，在贝里斯我们有很多朋友，但台湾是我们最好的兄弟。过去35年，我们的合作越绑越紧，这不只是外交伙伴，更是互相挺的真兄弟。”林佳龙部长的回应也非常经典。后来这段话在网络上被疯传，他说：“贝里斯一直是台湾铁杆邦交国，35年来不管国际局势怎么变，贝里斯都坚定地站我们这边。这份情，台湾人永不忘记。今天的新协定就是实质的回报。”他补了一句足以让洪都拉斯官员听了吐血的话：“朋友不是看谁砸钱多，而是看谁走得久，走得稳。台湾不玩金钱外交，我们信互惠互利。”当天下午，双方正式签署了新一轮的经贸合作协定。台湾承诺继续扩大购买贝里斯的白虾、龙虾、蔗糖，目标是在3年内让双边贸易额再冲高50%。签约仪式后，贝里斯贸易部长玛利亚·莫雅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跟台湾合作，小国也能有尊严的赚钱，不用看大国脸色，不用卖原则换空话。台湾教我们，真伙伴靠的是尊重与共同利益。”这段访谈被 BBC 等国际媒体引用，评论这就是贝里斯台湾模式，给了全球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一条新路。在大国博弈中，你不一定要跪着赚钱，你可以站着跟台湾交朋友，而且赚得更多。这场在台北宾馆举办的签约仪式，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隔着太平洋狠狠地扇在了洪都拉斯政府的脸上。就在台北签约的同一天，洪都拉斯的主流媒体论坛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极具杀伤力的评论，标题是“我们丢了啥？贝里斯台北签大单，我们渔民愁饭碗。”文章写道：“贝里斯白虾靠台湾起飞，我们工厂关门，82年的邦交换了啥？水坝还在画，医院还在等，白虾市场全丢，也许我们真的选错了。”这篇文章在洪都拉斯社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反思潮。网友留言说：“跟渔民讲长期利益，他们会说长期我们都饿死了。外交是大官的游戏，代价却是小民在扛。”这种愤怒在3天后达到了顶峰。10月28日，洪都拉斯国会召开了一场关于断交经济冲击的听证会。反对党议员雷耶斯甩出一份数据报告，质问在座的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2023年断交至今，白虾出口从1.8亿美金掉到5400万，亏损70%，失业超过3万人。与此同时，台湾转买贝里斯，贝里斯出口涨了150%。这就是你们说的正确吗？面对质问，部长们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正在跟大陆谈准入，大陆检疫比较严，我们需要时间努力达标。”雷耶斯议员当场打断：1年、2年还是5年？失业的渔民能等多久？小孩饿肚子能等多久？台湾3个月就让贝里斯虾上架，北京让我们等1年半还看不到影子。这场直播的收视率爆表，
无数洪都拉斯老百姓守在电视前，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大官答不上话，心里的失望跟火气又多烧几分。这场白虾战争已经从单纯的贸易问题演变成了洪都拉斯执政党的政治危机。时间无情地推进到2025年，这场跨越太平洋的白虾战争终于迎来了最残酷的清算日。如果说2024年是洪都拉斯的阵痛期，那么2025年就是他们的坏死期。1月，科尔特斯港又有10几家白虾加工工厂宣布永久关门。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板们，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愤怒，而是心死。他们说，撑不下去了，没订单就没现金流，银行贷款还得还，员工薪水发不出，与其继续亏损，不如早点认赔杀出。原本拥有60多家工厂的科尔特斯港，在断交不到2年后，倒闭停工的超过40家，存活率不到1/3，整座港口城市陷入了一片死寂，店铺关门，街上贴满了转让告示。当地的渔民胡安最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洪都拉斯人心碎的决定。2月初，因为实在付不出大女儿的学费，胡安带着老婆和2个小孩，提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前往墨西哥的长途巴士。他在那里的一家渔业公司找到了一份打工的机会，虽然背井离乡，但至少能活下去。临走前，他站在码头边，最后看了一眼那片养育了他3代人的大海，那里曾经有他的青春，有台湾采购商带来的繁荣，但现在这片海已经养不起他了。他转身离开，眼眶泛红。像胡安这样被迫背井离乡成为经济难民的家庭，过去1年里，光是在这个城市就超过了5000户。当地的教堂神父叹着气对记者说，白虾以前养活了几万户人家，现在产业倒了，整座城市也跟着倒了，这是人祸，不是天灾。而这场人祸的源头，北京承诺的那些大饼，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笑话。那个喊得震天价响的23亿美金水坝计划，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那个说要翻新的医院，连一块砖头都没看到。反对党在国会推动设立断交影响调查委员会，要全面盘点经济损失并追究决策者责任。虽然被执政党挡下，但光是这个动议的提出，就已经让卡斯楚政府颜面扫地。镜头转回到台湾与贝里斯。2025年4月，正值台湾与贝里斯白虾合作满1周年。这一年交出的成绩单亮眼得让人无法忽视。根据统计，贝里斯总共卖给了台湾6800吨白虾，赚进了将近4200万美金。这笔钱对台湾来说可能不多，但对人口只有40万的小国贝里斯而言，这相当于是他们全年 GDP 的1.4%，是一笔救命般的巨款。更重要的是，这合作给贝里斯带来了惊人的蝴蝶效应，因为有台湾技术团的驻点帮忙，贝里斯的养虾技术在这1年内有了大跃进，品质稳到爆。这不仅让台湾买家满意，甚至产生了外溢效应。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商看到贝里斯白虾品质提升这么多，也纷纷跑来加码下单。好了，关于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产业与外交博弈，我们就拆解到这里。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看清国际局势，更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台湾手里的每一张牌其实都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如果你喜欢这种拨开表象看本质，用数据说话的时事分析，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那个只讲真话的博主，我们下期再见。